42万公里的老途安，陪着我们老大哥去过西藏，到过新疆，穿过无人区，进过野人沟。野人沟没去过吧？啊，野人沟也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没碰到野人吧？有野人是吧？现在呢，动力也差了，油门也重了，换挡也喘了，走道也打滑了，就跟那个本山大叔说的那个吴老二走道一样，你不给他吃一个下蛋公鸡的蛋，肯定是不会有疗效的。但是我们这里呢，下蛋公鸡的蛋是没有，发动机大修，混烤电，一次性给它解决问题，解决烧机油，解决动力差，解决油门重，解决挂档不走，解决打滑，一次性解决问题，呼啦呼啦再开好多年。实表公里数42万多，我们刚试车回来，体感极差，非常的差。坤哥回来了，一看这表情就是跟小丽相亲失败了。这个是2次空气泵，我们测量了一下它的电阻，你们看一下是多少啊？电阻无穷大，里面内部肯定是烧断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通过电瓶给它搭过电，搭不起来，再搭也搭不起来，加上电阻无穷大，那就可以判断这玩意儿坏了。这怎么还上大型了呢？大型4号啊！入坑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，嘎吱嘎吱。啥情况啊？螺丝没装是吧？啊，螺纹好不好？没螺纹了吧？应该是。这个内球笼，你说你加速不抖才怪！我去试车的时候就抖得跟塞康一样。这边还好，也有。变速箱把油放掉啊！为什么要把油放掉呢？因为这变速箱得修，里面已经打滑了。坤哥，你觉得这个螺丝拧出来是紧的吧？底下这么多铝沫，哎呦我去！这还这个也是，这个螺纹看着都不好。你这东西可不是188，没那么便宜的。到时候不行给它修复一下螺纹吧。这个发动机啊，漏的连他妈都不认识，看到没有？老车就是这点不好。没有声音这不是重点，都已经磨出台阶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么深的台阶，疯了！来转一下，你看没有缓冲了，对不对？换不换？这个节气门啥情况啊？没有，这线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嘞？这所以说拆不拆的？那也只能拆，没办法呀。中国的修理工太猛了呀，有谁？是不是？有修理工的行业，在我们这个同行啊，有的时候说实话，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首先你要对得起自己这个行业，对吧？你说你又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你别怪人家骂你，对不对？奇葩，这管子也废了，还打了胶水，哎，脑壳疼啊！凸轮轴调节器击穿了，你换还是不换？换副厂的还是换原厂的？所以说老车啊，修起来它不便宜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个拿去超声波洗啊，坤哥，没毛病。你要你洗，你肯定洗不干净这个样子。那我就不洗了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这个发动机里面脏不脏，你们说了算啊。机油还是要及时换，看到没有？黑不溜秋的。坤哥，你啥意思啊？让我看看齿尖了还是没尖是吧？如果尖了，我说不换，到时候跳齿找我麻烦是吧？你把责任都推给我了是不是？你来决定。你太阴险了。这个还能接受啊，但这个齿已经磨得很尖了，而且已经有要断掉的趋势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一旦这个齿磨没了，跳齿顶气门，那这个呢是新的啊，没换过的，它的齿是很厚的。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把这个换掉啊，这个继续用，因为磨一般都是磨这一根磨排气的磨得多。来下盖儿，让赵师傅去那个吧，分解吧，这是他最爱的事情。这个变速箱呢，变扭器还是掉出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这个变速箱是要分解的，还是要拿出来的。这里呢要注意一点啊，09G 的变速箱这个边沿啊，09G 的这个边沿是朝外的，09M 的边沿是朝里的，所以要看清楚。做个记号吧。来，反过来。平时保养做的好不好，你们自己看啊。这发动机里面都是油泥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板都没固定，看到没有？碎了，看到吗？那这不是我搞坏的啊。翻过来，都是油泥，看到没有？真的太逊了。肯定拉掉了吧？拿出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叫拉伤，这个叫磨损啊，应力性磨损，中间的涂层都已经没有了。它这种是怎么样？感觉两边没磨到，中间磨到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这里磨到了，这边没磨到一样的。哎，这个叫应力性磨损。而且这里还有调这个。来捞出来看一下止血片怎么样？来，抖出来。哦耶！首先看活塞裙部啊，严重的磨损，有没有活塞环没对口？看一下，你看，直接就对口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情况下，你洗免它真的有用吗？是不是？洗了就不对口了吗？哎，第3缸，这个车是倒着捅啊，我们坤哥用力啊，你不行啊，捅不出来，6味地黄丸。好，来看活塞环没对口，这个没有对啊，这个没有对。这个不算，气环对才算对口。啊，第2缸，用力，坤哥，用力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坤哥，捅这么多下才捅出来，转过来，再转，你看活塞环又对口了。那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叫对口啊？气环啊，直直的对上，这个叫对口。那对口会有什么后果呢？第一个，严重的串气，高温高压的气体进入曲轴箱，激起大量油雾，造成烧机油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没劲啊，你看力道都从这里卸掉了。那为什么会对口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，气缸变形，活塞环有切向力，左右摇晃。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爆震啊。第3个呢就是活塞环失去弹性。第1缸，用力，坤哥，用力，坤哥，过了个年，反个面。
低了啊，反个面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好，反个面啊，继续来，用力，坤哥。哦，姿势对了，就爽了。你看，又对口了。大哥就在边上啊，车主大哥是不是？是没造假吧？没造假啊。气门导管啊，全部交给你，该换的就换掉。然后呢，抓紧时间把我洗干净，缸里面抛光抛一下，好吧？能不躺缸就不要躺缸了，我们不做躺缸仔。那就拜托胖哥一次性搞定。我本来以为啊，换个排气门的导管就行了，结果小胖师傅说进气门的导管也很松，确实有点松。那咋整呢？换还是不换呢？40多万公里了，算了算了，换掉换掉。能不做躺缸仔，我也不想做躺缸仔。那我们抛光先给它抛一下，像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变形的比较厉害的地方，抛光抛不到。那反正如果说变形量不是很大，那就算了，好吧？如果说很严重，那就躺缸。那像这个情况，我去问一下车主，他要不要躺？不躺那就算了。像这个地方呢，用手摸上去啊，是有一点台阶感的。那到底是躺还是不躺？有一点台阶感，这里也有一点，都有一点。扎皮再抛一下吧，如果能差不多看不出来就算了。这个不是躺缸啊，这个是抛光，也不是航模啊，就单纯的抛光。气门导管全部都换掉了对吧？进排都换了是吧？哎，排气是小孔，进气是大孔，对吧？是标孔进气对吧？换好了一点点间隙没有？我就是要看换好以后的效果，因为昨天我换之前的效果我看过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没间隙是吧？然后来回灵活的是吧？OK， 那排气也摇一下，这个总得有点效果，不然客户那边不好交代是不是？很好，排气很好是吧？现在呢，我们看红印啊，拿着红色印泥，准备看气门的接触面积怎么样？来吧，红色印子，好。哎，这边半边没有，可能得搅一下。那我就不在这里多逗留了啊，等一下你帮我搅好。好的。像这个红色印子就齐了，说明位置接触的还不错，稍微差一点点两边。啊，我该回去了，不管了。那我来这个涡轮啊，你看转起来特别的紧，你转是能转得动啊，但是它紧啊，那阻力这么大，它叶片轮阻力大，会不会引起动力差呢？对不对？有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把涡轮机芯换掉。这个车呢，涡轮换个总成也挺贵的，咱们给它换个机芯省点钱，因为壳体是不会烂的。坤哥交给你了 ，OK， 坤哥小丽想你了。这个涡轮机芯啊也分3、6、9等啊，那我买的是加强的锻造的，叶片是锻造的啊，里面密封环是合金密封环，尽可能挑好一点的给它。听到没有？卡卡的。来吧，刷子圈了啊。坤哥是打胶小王子啊，过年相亲可能没相成，打胶水平日益见长。欧了。坤哥转起来丝滑不？必须的。哎，这样就有动力了，对不对？你的轮子都转不动，怎么会有动力呢？哟西！我们准备开始分解变速箱啊，稍微有点打滑这个变速箱。然后呢，这么多公里数了，里面的胶圈啊、活塞线、橡胶线可能都老化掉了。起，上壳拿掉啊，差速器，这个就是摩擦片组。那之前修的那个人看到没有？还打胶水，变速箱里面打胶水，真牛逼！怎么修的？变速箱油泵拿掉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差速器喷脚齿拿掉，然后呢，咱们把离合器组拆掉，不要忘记啊。如果这个变速箱啊能够搞个爱信的8AT 就完美了。让哥看一看，这个片都磨秃噜皮了，对，所以说会打滑，打滑就是因为磨光了，磨秃噜皮了，所以没有摩擦力了，就打滑了。这个就是变速箱的修包，但是有什么说什么，日本爱信公司是不允许我们修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原厂的，这个都是外面的维修件，但质量也是不错的，能用好多年。这样就不错了。把油泵扣回去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变扭器翻新一下，先把它切开啊。为什么要翻新这个变扭器呢？因为公里数长了，而且它有打滑的这种情况，导轮跟棒轮是不会坏的，一般坏的都是里面的锁止离合器，里面那个摩擦片磨完了。先把它切开。叶片呢就是这个是棒轮吧？导轮啊，都成棒轮啊。它里面也有减震弹簧。这个磨损呢还算正常，这个离合器片主要是要换下的，主要是为了它换一下是吧？磨掉了吧？还有一点，但是已经磨掉了。中间过程呢我们就不看了啊，我也没时间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新的
这个摩擦片是粘上去的摩擦片，用手磨上去啊，有点粗糙的。之前那个呢，厚度还是有一点点，当然比这个要薄很多。摸上去呢是很光滑的，就相当于没有摩擦力了。那这个呢摸上去是很粗糙的，然后要把焊起来就完事儿了。其实我们这边国外的话，老外是不这么干的，他们直接买个总成，他们一个钱多，第二个人工贵。那我们国内呢，你们懂的啊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，所以说我们能修就给人家修。但是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比我们还猛，就是巴铁啊，什么都给你修起来，轴断了也给你补起来，轮胎花纹都没了，后面可以重新做，对吧？那个奥德标的那个卡车你们都知道的，是吧？换成那个一车传3代，人走车还在。咱们位置调试一下。先点一下固定层啊。牛逼！这焊的太漂亮了。防漏测试，气打进去之后呢，放到水池里面看有没有泡。没有泡出来，那就没毛病。我们坤哥正在换内球笼啊，原厂是不提供内球笼的，你要换必须换半轴总成。那为什么要换内球笼呢？因为开得快的时候，这个车子啊会摇晃，很多人误以为是轮胎动平衡问题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内球笼的问题。那这个内球笼呢，原厂是不提供的，原厂只让你换半轴总成，都锈了烂掉了啊。那我们用的呢是国内的品牌件，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，照样也可以给你2年的质保。坤哥啊，不要夹这么紧哎，他妈等一下零件夹坏了没得保修了。坤哥对于润滑这套工作非常的认真啊，他也知道很多事情都需要润滑的，对吧，坤哥？不然是不快乐的，是不是？可以。你别笑。球笼两边都得换啊，两边都框量很大了。坤哥安装元宝梁衬套，这个是坤哥最爱干的事情啊。进不去了，进不去了。完美安装元宝梁衬套，不完美找坤哥啊，不是我砸的，你们看到了。元宝梁衬套，咱们用的也是原厂件，这个是鼓鼓囊囊的，看到没有？压出来那个再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们利用车辆的自重啊，我们就不上那个压床了，太麻烦了。对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。来吧，下去了，来，够了。这很明显，左边的丰满性感，右边的干瘪是吧？枯瘦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这个衬套上面呢放一点硅脂啊，然后往下压，不能放黄油，必须要硅脂啊。压继续压没事，好 ，OK， 升，完美压入。让你抹点油，哎，难怪你没有女朋友，太粗暴了。这个铝座啊，铝座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换总成。铝座里面那个我是没法压的。2个小吊杆给它换成 MQB 平台，也是原厂件啊，双层的，不容易坏。原厂的发动机机脚、变速箱机脚，这款车呢，发动机机脚它没有建新了，所以只能配原厂的。坤哥，你过年凭这招老汉推车没有拿下小利吗？牛逼是吧？我说的是按摩啊，你们不要想歪。机油喷嘴开了40多万公里了，实在是不放心啊，那还是给它换掉。用的是EA888的，这个是原厂的1.7奥迪的。那么我们用的大瓦是原厂货还是副厂货呢？你看，带大众奥迪标，这个是原厂件06P 的，就是113发动机的。现在是用一副少一副啊，原厂的很难找啊。机油喷嘴30牛米。我们从来不涂机油，很多这个网友问，你们怎么连瓦上连机油都不涂的？我们涂的是组装油。这个止推片啊，上海墨谷的，就是原厂配套的。对的，对的啊。又说我没说你没抹油是吧？让他抹了给我证明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60牛米加90度，理研提供的活塞环还是没改进的，还是一体式的活塞环。我不是说这种一体式的活塞环不好，但是到时候又堵了，又烧机油。我特地从永康给他拿了这个活塞环过来，这第3道油环改成波浪环，主机厂里拿出来的啊，这个是主机厂的东西，不一样的，改成波浪环。第3道活塞环改成波浪环，这个波浪环呢是主机厂给捷达王用的，这个是库存啊，老库存件，没关系，都可以用。我这里的东西都是有出处的啊，都是主机厂的，没有什么老韩牌活塞环，绝对没有的啊。什么第3道老韩牌活塞环，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出来的。使用理研的活塞和活塞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理研的活塞符合发动机制造商要求，然后呢，活塞环气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，油环呢是我单独特意为它从永康拿回来的波浪油环。我问了理研厂家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单独给我搞波浪环？他们说这个车型太老了，单独看模子不划算。那没办法，只能我回去拿。原厂的小瓦带孔的在连杆上啊，不带孔的在瓦盖上。原厂的，那为什么要用原厂的呢？原来我们几十块钱一套的也能搞到，但是呢那种已经断货了没有了。现在能找到原厂服务站版本的就不错了。那这个是17奥迪 C5 1.8T 的啊，跟它是通用的，拿过来25块钱一片啊，有清单有价格，没办法，贵就贵了。你要么就用副厂的，要么就用原厂的，那宁可贵一点，安全第一。来了，坤哥用手，坤嫂幸福啊！不好意思，没有坤嫂，坤哥是单身狗。有你人生攻击，来了，能用手解决的都是单身狗。来，坐下来，对，下吧，来吧。坤哥啥时候给广大网友找个坤嫂？下辈子。为啥呀？老外找个姓王的，上门都不要紧，生出来孩子还姓王。
连杆螺丝啊，30牛米加90度，其实呢你打个60就可以了。坤哥手上的这个曲轴后油封是不是原厂的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原厂的，一汽大众的啊，就是奥迪 C5 的。来上吧，坤哥还装模作样搞个专用工具，是不是？就怕网上的女粉丝说他不正规。把这块板换掉啊！之前那个板呢，这个角度断掉了，装样子在那里。咱们这里修车必须实事求是，不好的一次性给你换掉。使用专用工具安装曲轴前油封啊，哥们儿这边是正规的，不是那种不正规的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完事了。曲轴前油封完美安装曲轴前油封啊！这个前油封这个洞呢，坑坑洼洼的，这不是我干的啊，是之前那一次被人给抄的，我不背这个锅啊。那有谁知道为什么要涂螺纹胶？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啊，天宫5号对接，我这一面朝上。原厂气缸床，我们用的是一汽奥迪的啊，有合格证的。使用进口2.0的气门油封，据说能够更加耐磨耐用。气门导管呢，两边都已经换掉了啊，两边都换掉了。上缸盖，60牛米加90度啊。当然还有一个办法，你能上90也可以，这个螺丝细一点的，不是1888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拖轮轴的齿给它换掉，压出来。其中一根齿啊，已经磨得很尖了。坤哥正在压齿啊，这么快压出来了。坤哥你是快枪手哎！现在把新的齿给它压进去啊。坤哥你砸到我了。哦了，这个是原厂的链条张紧器啊，这东西你要是用副厂，100%保故障，必须用原厂的，用副厂的谁用谁死。15牛米啊，打一个画一个，肯定错不了。钻石后面装好。很多人问我啊，这是怎么装的啊？进气拖轮轴这个点对了这一节，排气拖轮轴这个点对了节中间的空当，所以叫16节，也叫15节半。都说有胶无电，有电无胶，这个地方是密封垫啊，但是今天我要打自己脸了，必须给我打胶这个地方啊，不打胶这里面就会漏油。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情呢？因为这车修的太多了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上螺丝。坤哥又在装逼了，一定要用专用工具，显得他很正规。我告诉你，你用专用工具也找不到女朋友的。滚！完美安装拖轮轴油封，这个2个油封是坤哥装的，漏油了找坤哥。这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原厂水泵可以用，上塔的2000，上塔的3000，上塔的 B5的没毛病，但必须是原厂的。固定曲轴前面的大螺丝啊，必须用本帅的专用工具啊，这工具我自己做的。OK， 永远不要太相信自己啊，弄完以后盘2圈，看一下正时记号对不对。这个是我装的啊，出了问题找我。OK， 坤哥说对此表示不负责任，那记号点对了啊，记号点对了啊。原厂火花塞啊，这个是113发动机专用的，这个是帕萨特 B5的火花塞，零件号看一下，不能用11888的啊，热值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图方便是吧，就直接买个11888的就上去了。火花塞啊，30牛米，坤哥紧的啊，火花塞不会飞出来吧？不会。这个涡轮呢，原厂的根本就买不到，我们给它换了一个涡轮机芯啊，按最高规格给它换的。原来那个涡轮呢很卡了，转起来都很重，难怪动力这么差。希望换了这个涡轮之后，这个动力杠杠的。德国原装的这个密封圈啊，你如果用国产的100%漏，我不是瞧不起国产的意思啊，这个必须用德国原装的。那么这个东西我是云迪拿的啊，这云信跟我说必须是德国进口的，如果不是德国进口的，他嘎全家啊，不是我说嘎我全家啊，是他说的，如果不是德国进口的，嘎他全家。水管呢全套都换掉了，水管那为什么要换？这水管你看都胀得这么肥了，跟肥肠一样。这个水管呢，我们也只说不是原厂的啊，你途安这种车你去订原厂是订不到的，想都不要想。品牌的，但质量也是还不错的。机油散热器换了一个，为什么换一个？因为里面都水够旧的那个。其实我也不想换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个铝疙瘩，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，出问题的都是里面这个密封圈。这个品牌在国内也是不错的啊，原厂的是本指望了，肯定是买不到了。坤哥正在安装皮带套件，皮带张紧器呢就不用去买了，原厂的也没有了，换个轮子就可以了，张紧器不会坏，坏的都是轮子。三通啊，原来是塑料的，咱们给它换成铝啊，不是铝合金的，不锈钢的。这个跟马斯克的火箭一样，都是不锈钢。更换张紧器轮子，咱们这个轮子呢也是伊纳的，其实伊纳已经被舍福勒收购了，所以应该叫舍福勒的。有缓冲喽，这样就不会有异响喽。这个烟斗啊，我们给它换成不锈钢的啊，不是铝合金的。对，这个东西塑料的容易烂掉，那换成这种金属的之后呢，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坏了。这个管子啊，看到没有，憋掉了，所以肯定会漏气啊，对不对？上。正在修补线束啊，吴坤大爷正在给你修补线束啊，这么说？那不至于，大爷倒不至于。坤少啊，小坤是吧？小坤过年那个女朋友找了没有？保密是吧？哎呀我去，你干嘛？我们黄师傅啊，每个点火圈圈里面都给你涂火腿膏，讲究。车啊，就跟偷情宫外孕一样，意外总是不断啊。你看这个牙轮不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给它修复一下，总不能给它换进气气管吧，对不对？修复一下，修复完的螺纹呢，比原来的螺纹更加耐用。螺纹孔搞好了，坤哥。搞完了。螺丝固定在哪呀？这底下，轮子支架底下。不错。哟西。
这个就是让坤哥拿过来的皮带啊。我这里皮带要么就原厂的，要么就盖瓷的，要么就马牌的，杂牌我是不用的。换手圈。对，机油盖上面老是油乎乎的，那换两道密封垫，加厚的 GTS 的就不会再有油了。你看这个皮啊，都已经老化了，皱皱巴巴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弹性了。对，没有弹性了，你们懂的。没弹性是吧？啊，对，有弹性它有性感。我们说的是皮肤啊。这个老哥太幽默了。这就是老六打法，知道吗？不对了，这就对了。盖瓷皮带到位啊！这个盖瓷皮带呢，他们经销商说开个1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，甚至开个15万公里都不会有问题。完美。把那个底下那个啥去，那个机油。OK。发动机总装啊，基本完毕，准备进入机舱。坤哥，我开场白还没讲呢，进去让我说两句啊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这个车啊，说句实话，你修这一台车，我11888能修2台，这管子太烦了。发动机总装完毕，修好之后再进西藏，再探9层妖塔，再去新疆，再闯云南献王墓。发动机进去喽，就差这一哆嗦了啊！今天一定要把发动机打着啊，坤哥，打不着的话，小丽你就别去见了。工具啊，用工具转啊。上元宝梁，这款车的元宝梁已经改成铁的了啊，那铁的也没事，扎实就行，不要迷信铝合金。车子打着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这玩意响不响。使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，我们这个机油呢不是最顶流的全合成机油，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，不是88、99、168、198支流可以比的。我自己的图案用的也是这个机油。那这个机油呢是奥迪出厂的出装油配套商之一啊，502、505认证 A3B4，是最符合这款车的要求的机油。这里是多少？不够的，你这个要加，至少要加5升啊。正常保养是4.2升好像是。然后因为你发动机出装嘛，里面是空的，你要加5升。使用德联的防冻液，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负压法。那德联的防冻液你们觉得好不好？这个防冻液呢是奥迪17大众原车出厂的出装防冻液配套商之一。再来，一把就车辆是顺利启动了，但是防盗保护了，车辆防盗保护直接把它给掐灭了。顺利启动车辆啊，然后呢，今天试车是试不了了，因为有几根管子老化了，一碰就断了，回头还得给他去找管子，明天插好了才能够试车。2次空气放工作了吗，坤哥？有风出来了是吧？打气了现在。啊，那就没毛病了。原厂雨刮帽，坤哥，雨刮帽是不是原厂的？包装拿过来，必须原厂的啊。OK。现在呢，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就很舒服了啊。那我们还没试车，冷媒还没加，再磨合一下，再出去跑。出来试车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这台42万公里的老车，终于又恢复了青春，第二春啊，焕发第二春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换老哥自己开啊，实事求是的评价一下，到底猛不猛？3缸啊，3缸出去试车，缺缸20次。然后呢，我们给他现场给他换点火线圈，点火线圈是拆车厂拆过来的，帕萨特 B5的原装的，友情赞助他了。这个点火线圈呢，是我上次去拆车厂拆缸盖的时候顺便一起挖回来的，2个啊，给他送他一个，另外一个给他当备用，也送他。出来试车啊，下雨了，然后咱们到桥洞底下，这里有个桥洞啊，咱们到桥洞底下给他换这个点火线圈。我操，那点火线圈拔出来断里面了，我去！啊，打电话叫他们赶紧送那个夹子过来，有点钱给我，行不行啊，坤哥？没问题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以为都捞不出来了。给他赶紧新的换上，新的换啊，不是拆车的友情赞助的换上。坤哥正在打野战，搞定了啊，终于搞定了，这绝对是在外面啊，绝对是打野战。现在好了啊，不缺缸了。我们换车主老哥自己开啊，不露脸啊。啊，有劲不？有劲，跟小伙子似的。跟小伙子似的。等一下往右手边那个可以上快速路啊。我们上快速路来试车啊，市区道路不能体现出动力好不好？啊，必须上快速路。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，让老哥自己开的车啊。车主说好才是真的好，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，对不对？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，不用使用燃油添加剂，因为它不是钢铁直喷的发动机，用不用都无所谓啊。那我这里修车呢，该换的都给你换掉，好的绝对不会给你换掉，实事求是，我才是透明修车。我给你换的每一颗螺丝都没有一颗是无辜的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来我这里修车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透明，一个公平公正啊。但是抠逼的车我是不修的啊，抠抠搜搜的我是不修的，那种一辈子吃不到3个菜的人车我是不修的。来找我修车，我只挣我合理的利润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修你的车绝对跟修我自己家的车一样认真的给你修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按下9号，修车机油不迷路，完美交车。